戏里收放自如，戏外嘟嘟嘴，诚意这种反差，行业里真不多。慢一点说。这句话我琢磨了挺久，不是某句金句，是一种态度，诚意在不少采访里反复表达过的一个意思。他不在意番位，他在意的是把角色拿住。说的平平淡淡，没什么修辞，但你把这句话放回今天的 Space， 你知道这事儿有多稀罕吗？行，今天咱们不聊作品，不聊生涯，不聊数据，今天只聊一件事，一件小事，但越想越觉得不小。就是剧抛粉这个词为什么在诚意这里失灵了？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前几天半夜睡不着，翻到一篇知乎长文，作者自称剧抛粉。他说他追剧追得很冷静，剧完就走，从来不留恋演员。但这一次他破了例，破例的那个人是诚意。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因为剧抛粉破例这5个字，信息量比任何热搜都大。咱们先把剧抛粉这个词聊明白，这词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？我得查一下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大概是2020年前后吧，反正就是流量明星塌房塌的最频繁那阵子。粉丝们集体学会了一件事儿，喜欢角色，但不压住演员。为什么？说白了，因为太疼了。你想想看啊，前几年塌了多少？今天这个偷税，明天那个出轨，后天又一个被锤。粉丝把心掏出来，结果一次又一次被狠狠摔在地上。摔到第3次、第4次的时候，整个饭圈就开始进化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就是剧抛粉。潜台词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喜欢的是这个角色，不是这个人。剧结束我就走，我不再相信任何演员，我只相信剧本和镜头切出来的那一刻。这其实是一种很成熟的追星方式。我没有任何贬义啊，我觉得这是粉丝群体集体变聪明、变冷静的标志。他们不再被消费，不再为了一个虚构的亲密感买单，他们学会了给自己留出口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么一个理性、冷静、防御机制拉满的追星方式，为什么会在诚意这里失效？这事儿挺值得说道。我自己琢磨了挺久，最后想到一个答案。不一定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我觉得唯一的关键就一个，戏里戏外的反差，而且是一种很特殊的反差。你看啊，文章里反复再说一个画面，诚意在戏里收放自如，眼神、节奏、情绪密度，该重的时候像山压下来，该轻的时候轻到你以为他没演。但是同一个人，一切到戏外的采访镜头里，腼腆、奶玉，反应慢半拍，嘴比脑慢，嘟嘟嘴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哦不对，我换个说法。你说稀缺不稀缺？啊，我得插一句啊。聊这个之前，咱们先把行业大背景说一下，不然你听不懂这种反差为什么算稀缺。这几年的 Space 演员的采访状态是被高度训练过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一个艺人从出道开始，公关团队、媒介团队、采访稿件，全都在把他往一个方向打磨，口齿伶俐，金句频出，情商在线，永远不冷场。整个行业的 KPI 就是这个。你看大部分的采访，演员的回答都像背过，干净、光滑，没有缝。那么在这种环境里，一个演员采访里反应慢半拍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没被那台机器磨成标准件。行，回到他，诚意戏外的慢，不是情商低，不是不会聊天，也不是傻，他的本质是这个人没有把表演自我练成肌肉记忆，他在镜头前没学会自动播放那个光滑的艺人版本。所以当问题来了，他真的要想，真的会卡，真的会嘟个嘴去琢磨。这种卡顿感在工业里是要被修掉的瑕疵，但在观众这里，这恰恰是真的证据。工业要修掉的瑕疵，恰恰是观众认人的钥匙。接下来这段我想多聊几句，因为我觉得它是本期视频里最反直觉的一个点。演员心理学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，大概意思是说生活里 mask 越薄的人，戏里能调用的真实情绪越厚。mask 就是面具，
社会面具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戴着，对不对？上班一个 mask， 应酬一个 mask， 见长辈一个 mask。这是社会化的产物，没法避免。但演员这个职业很怪，他要求你在镜头前把所有 mask 摘掉，把最赤裸的情绪、最原始的反应递给观众。问题是，如果你生活里 mask 戴得太厚太久，你戏里也摘不干净，那口井是浑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生活里就那么真，就那么慢，就那么不会演自己，那他戏里那口井，水是清的，水还是满的？诚意，我觉得是后一种。这个判断不绝对啊，我只是从公开素材推的，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，但我倾向于这个判断。长安诺的摄影说过一句话，他一天睡1-2个小时，套招看一遍就会。底线的导演刘国同说过，他到法院体验生活之后，整个人气质都变了。莲花楼的原著作者滕平在专访里直接给了他2个字，很灵。这3句话分别来自3个不同岗位、不同年份、不同剧组的同行，一个夸敬业，一个夸可塑，一个夸理解力。你把这3个维度叠在一起，再回头看他戏外那个反应慢半拍的状态，你就懂了。那不是反应慢，那是他把所有反应都留给了镜头里。戏外的慢是戏里的快的代价。接下来这段我想慢一点说。关于程毅，有一个流传挺广的小细节，大意是说，在他还没怎么红的阶段，在横店拍戏的间隙，他会一个人去横店那条河边钓鱼。甚至有狗仔蹲他蹲了2年，有一晚以为终于挖到大瓜了，跟到底，结果发现他坐在河边钓了一整夜的夜鱼。就这么一个画面。但我看到这事儿的时候，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。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浮没浮出来，但我脑子里浮出来的是，傍晚，光是金的，河水是绿的，一个年轻演员，戏服可能都还没换，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手里握着根鱼竿，鱼咬不咬钩，其实他根本不在意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可能自己都说不上来，但他在那儿，没焦虑，没刷手机，没急着去抢下一个戏，没在哪个剧组门口蹲资源，他就在那儿钓鱼。那几年没怎么红，对吧？但你回头看，他不是在熬，他是在等。熬是带着怨气的，是带着焦虑的，是觉得凭什么不是我的。等是另外一回事，等是相信节奏，等是相信自己那口井会满，等是相信河水总会流到那一段。行业里能熬的人很多，能等的人不多，懂他的人会懂这2个字的差别。最后再聊一个点，然后咱们就收尾。我一直觉得程毅跟粉丝之间的那种关系挺不一样的，具体哪里不一样，我以前也说不清楚。我先说清楚啊，下面这段是我自己的观察和总结，不是程毅原话，你别当成他的采访语录传出去，那样就走样了。这是我从他多次公开发言、直播和粉丝互动里自己提炼出来的一个感觉，仅供参考。我观察到2个点。第一个，他在公开场合提到粉丝的时候，不太用那种宝宝们、家人们，你们这种把粉丝拉进2人小世界的语气。他的语气是有距离的，但这个距离感不是疏远，是尊重。行业里大部分艺人提粉丝，要营造亲密感，要绑定情绪，要把粉丝拉到一个我和你的2人语境里。这是套路，是 KPI， 是 freestyle 出来的亲密感。但程毅那种语感，他把粉丝当成一个独立的、有自己生活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绑在自己身上的扩声器。第2个观察，我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一下他对粉丝的整体态度，大概是这样：你不必为我焦虑，我也相信你能照顾好你自己。再强调一遍啊，这不是他原话，是我从他长期表现里提炼的意思。如果你听到别人引用，麻烦告诉对方这是个2手总结，不是直接引语。我可不想搞出一个假语录在网上传。但这个意思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他不要你为他焦虑，为他控评，为他打头，为他熬夜。同样，他也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，你不需要把人生压在他身上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这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。在饭圈这个高度情绪化、高度共生化的环境里，能让粉丝感受到我们彼此独立这种气质的艺人，真的不多。巨抛粉为什么会在他这里破例？因为巨抛粉本来就是成年人的追星方式，理性、克制，给自己留出口。他们发现，哦，原来对面那个人也是用成年人的方式在对待他们。这一刻，巨抛粉就抛不动了，不是因为冲动，而是因为对等了。行，今晚聊到这儿。回到开头那个意思，不在意番位，在意的是把角色拿住。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工作态度，但你往里再走一层，它其实是在说一个更大的事儿。他清醒地拒绝被这个行业的那套游戏规则带跑。番位是行业的游戏，角色是他自己的事。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外面那些喧嚣，他不参与。能守住这条线的人，是不会被剧抛掉的。走得慢的人，看得到风景。今晚就到这儿，晚安。